奉旨查抄，四海阁大当家林燕囤积居袭，扰乱朝纲，即刻撤夺身份，没收全部家产，流放苍岩荒原。林大当家，你这四海阁富可敌国又如何？从今天起，你名下的所有商铺、地契、库房，统统归入本宫的太子府。殿下费尽心机罗织罪名，就是为了填补您那亏空了3000万两的私库。这1000亿家产，草民给您，就怕您接不住。放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明日一早，本宫要亲眼看着你像丧家之犬一样滚出京城。至于今夜，本宫就在你这四海阁大摆庆功宴。那草民就不打扰殿下清点资产了。看看看看，这就是天下第一商会的当家，灰溜溜的滚了。从今往后，这四海阁姓赵了。来人，传本宫令，今晚通宵庆功，把这些存的女儿红全给本宫搬出来。哈哈哈哈！收。比老鼠舔过的还干净。太子既然这么喜欢钱，不如我帮他把家底也清理一下。太子府的司库守卫真够森严的。哼，既然要走，干脆连你的家底一起带上，就当是殿下资助我建设荒原的启动资金了。不错。这是太子用来记录结党营私、贪墨受贿的绝密账册，这东西以后可是能要他命的利器。诸位，请看本宫为大周拿下的半壁江山。取之于民，用之于荒。林燕！林燕，别以为你还是什么大当家，到了我手里，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这3000里的流放路，有的你受。这一路我不想带枷锁，不想看到任何粗糙的食物，也不想住漏风的破庙。这趟差事办好了，到了苍岩荒原，还有10倍的赏钱。还愣着干什么？林大当家，不，林祖宗，您放心，这一路
兄弟们一定把您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流放？不，这是我骑往我封地的开荒巡游。苍岩荒原，大洲都最偏远、最贫瘠的古寒之地，所有人心目中的人间地狱。但在我眼里，那里天高皇帝远，是一片没有任何腐朽规矩束缚的无主之地。这从根子上烂透了的大洲，我不伺候了。我要在那片荒原上，用敌人的钱建一座只属于我的城。大当家，前面是一线天峡谷，地势险要，两侧峭壁夹道，适合设伏。要不要让兄弟们先去探探路？不用探了。他们已经等急了。敌袭！结阵保护公主！大当家，受惊了。刺客一共42人，全歼，无一活口。这些刺客进退有度，不会是普通山匪。这几十个死士，估计已经是他目前能凑出来的最后一点功底。兄弟们辛苦了。这趟活儿有些扎手，每人再加200两辛苦费。校尉，从我账上之前，立刻兑现。所谓大当家仁义，这条命就是大当家的。这只是第一份回礼。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只是不知道你还能撑得了几时。那3个人什么来历？大当家，那几位可都是大周朝里被太子党构陷的硬骨头。那位老者是原工部侍郎鲁明远，因为拒绝在修建皇陵时使用劣质木材，被太子扣了个贪墨的帽子。抱着药箱的是原太医院守孙思伯，不肯配合后宫妃嫔用虎狼之药争宠，被贬流放。那个玩尼姑的年轻人是司农司的奇才周和，培育出了抗旱良种，却被上司冒名顶替，还反咬他私藏良种，发配边疆。大周真是烂得让人叹为观止。他们把最精尖的建筑学家、医学太师和农业奇者当作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但在我眼里，这些人就是我在苍岩荒原建立新帝国的基石。去接驿站的厨房，杀2只羊，煮上最上等白米饭，再熬几锅浓浓的姜汤，端过去。无功不受禄，这位姑娘，这是何意？我叫林燕，原四海阁大当家，现在的身份和诸位一样，也是被流放苍岩荒原的犯人。四海阁富可敌国的名号，谁人不知？不过，林老板有没有想过，这里是大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比犯人高多少。诸位皆是心怀才干、一身风骨之人，奈何世事浮沉，受尽磨难。这顿饭，算是我林燕敬诸位的气节。气节？
七姐在如今的朝堂上连1文钱都不值。老夫不过是个将死之人，林老板的饭老夫吃不起。如果我能让您的图纸变成现实呢？你说什么？大周束缚不住你我。苍岩荒原地处偏远，无人主事也无人管束。朝廷不要你们，我要。只要诸位愿意，在这片荒原营建聚居之地的钱粮，我来出，材料我来解决。孙太医，您可以建立一所不需要看权贵脸色，只为救死扶伤的独立医署。还有你，广阔的黑土地足够你种出全天下产量最高的粮食，不用担心任何人抢你的功劳。大周容不下各位的才华，不如我们自己建一个容身之所，没有胁迫，不谈忠诚，这只是一笔互利共赢的交易，敢不敢干？老夫这条命就卖给林老板了。一场在后世史书上被称为苍岩建国基石的隐秘会谈，就这样在一间破旧的驿站里，以一顿普通的饭菜为契机，达成了契约。四海阁大当家，这只落难的肥羊，终于撞到我手里了。前面可是四海阁林大当家的车队，本官乃雁门关太守。久仰久仰，本官职责所在，凡是出关的队伍都必须严格盘查，缴纳过关税。我看林老板这车队里似乎带了不少违禁的奢侈品啊。雁过拔毛，这外号倒是一点没冤枉他。王大人说的是，规矩嘛，不能破。只是我这车队庞大，盘查起来怕是费时费力。不如这样，我主动在雁门关内停留3日，就地将一些多余的物资变卖，凑够了税银，再出关如何？林老板果然是个痛快人，本官就通融你3日。他以为他同意的是我的驻留，实则他同意的是他破产的倒计时。大周的盐铁是官营，而且提纯技术极差，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带着苦涩味和杂质的，而雁门关的盐业更是被王太守暗中垄断，价格奇高，百姓苦不堪言。而从我空间里拿出来的是极品雪花盐，更要命的是价格只要官盐的1半。给我来10斤，这盐没有苦味，这盐不是咱们平时吃的粗盐，这盐能直接拌着饭咽下去。20斤，我要20斤！凡用本地商行流通券银钱来兑换雪花盐的，再打8折。快拿地契和库房里所有现银去王大人钱庄，全部兑成银票。快兑，再晚银子就被提光了。开门，我来取银子。现银都没了，资金链彻底断了。
如今连驻军的军饷都发不出来了。林总统，算我求你了，关了铺子吧，这雁门关的水银我不要了，我倒贴你1万两路费，求你赶紧出关吧。王大人客气了，既然税银免了，那草民就不打扰了。苍岩荒原，我来了。前面不对劲，列阵防御。这位将军是大周的一段传奇，也是一个悲剧。平民出身，一刀一枪杀到镇远将军，性情刚直，拒绝向贪官行贿，更不肯与太子同流合污。于是被文官联手打压，发配到这最骨寒的边境吃沙子。这里是军管区，再往前30里是流放营地，自己走过去，不要生事。将军，不好了！不好了！副将刘武趁您巡边，在主营山东将士哗变，说朝廷已经抛弃了我们，要带着兄弟们去抢劫附近的商路和流放营。胡闹！全军列阵，随我回营。来不及了，谢将军。兄弟们，朝廷不给咱们活路，咱们就自己找活路。前面就是天下第一商会大当家的流放队伍，那马车里绝对有吃的，还有金子，抢了他们！退下！将军来了！将军，您还要愚忠到什么时候？弟兄们已经喝了半个月的草根树皮汤了。昨天李三子活活饿死在岗哨上，您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5万兄弟全在这荒原上变成恶友吗？兄弟们，别听他的，冲过去抢粮食！谢将军，且慢。你们想要粮食，抢劫能抢到多少？够你们吃1天，还是2天？吃完了呢？然后背上罪名，被朝廷大军剿灭，最后连累家人吗？少在这里废话！你一个罪妇，自身难保，还敢教训我们？这不是粗粮，这是白米。朝廷断了你们的粮，让你们饿着肚子守边关。但我林燕不欠你们的，这几车只是见面礼。困守此处，你们只能喝西北风，背黑锅。跟着我林燕，我保你们天天吃精粮，顿顿有肉香，还能站着把兵当了。粮吃饱的话，给谁卖命不是卖？妖言惑众，那是假的，他在骗你们！杀了他，这粮食就是我们的了。来人，将这煽动兵变、意图不轨的细作绑了，军法处置。
继续吃。那种品相的粮食，大周国库里都没有。你一个被查抄的商贾，是如何运到这荒原上来的？谢将军，四海阁能在天下商会中做第一把交椅子，靠的可不是国库的施舍，而是我林燕的未雨绸缪。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上的道理，我8岁就懂了。朝廷能查抄我摆在明面上的账本，但查不到我这些年布在暗处的线。这几车只是我存放于荒原边界极少数的一部分库存。只要将军点头，剩下的粮食足够你的5万大军敞开吃上3年。你想要什么？第一，绝对的武装庇护。我要在这片无主之地上建一座城，你的军队要成为这座城的守卫。第二，平等的盟约关系。我不是你的附庸，你也不是我的下属，我们是平等的合作者。我出钱粮物资，你出武力和人力，城建好后，内政归我，军权归你。建成，在这寸草不生的苍岩荒原。谢将军今天应该看到我队伍里的那几个人了。前工部侍郎鲁明远，太医院守孙思伯，还有司农寺的农业奇才。你觉得寸草不生是因为这块地不行，还是因为朝廷根本不给你们机会？好，我谢金晨代表苍岩边防军5万将士，接下你的盟约，从今往后，刀锋所指，皆为盟友扫平障碍。若违此事，天诛地灭。成交。鲁大人，这古城的修复与扩建图纸，3天内我要看到。大当家放心，有您的资金和材料，老朽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建一座全天下最坚固的城池出来。孙太医，我后续会调拨极品金疮药、止血散，还有风寒药给你。军中伤兵满营，全靠您了。我要您牵头，建立一座独立的医署，不管耗费多少药材，必须把士兵们的命保住。同时选拔机灵的年轻人，开设医学学堂。医者父母心，林大当家此举功德无量。周和，我让谢将军给你拨500名最强壮的士兵，去城外勘踏土壤。我要在入冬前看到第一批耐寒作物的试验田，种子我会给你提供最顶级的。大当家，我周和就算用血浇灌，也给您种出粮食来。大当家，苍星商会的飞鸽传书，西域3大商贾联盟金驼、银沙、铁马已经开搏了，预计今天午后抵达。苍岩城这么大的一块肥肉，怎么可能不引人注意？只是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也好，省得我去找他们。3大商会垄断了整个西域到苍岩的木材、石料和奴隶劳工市场，我们建成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得从他们的商道上过。他们在等我的反应。赌河道是试探，想看看这个新来的城主
骨头有多硬。大当家，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第一条，要求垄断苍岩城未来10年的所有物资供应。第二条，石料和木材的价格比市场价高3倍。最离谱的是这条，要求我们交出极品雪花岩和无瑕琉璃的独家配方。还说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联合封锁所有商道，让我们一块石头都运不进来。在我的防区，还轮不到几个商贾来撒野，我这就带3000铁骑，踏平他们的营帐，把商道打通。京晨，坐下。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杀了他们3个，西域的商道就会彻底陷入混乱，到时候没有商队敢来。我们去哪里弄建成的材料？对付商人，不要用刀剑，要用他们最在乎也最害怕的东西。我要用一场现代金融战，给这个时代的人好好上一课。哟，林老板来了。荒原的风沙可不养人，考虑的怎么样了？早点交出配方，大家和气生财嘛。3位老板开出的条件我看了，配方是不可能交的，那是四海阁安身立命的本钱。不过我可以给3位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一个比拿到配方还要暴利10倍的机会。我们来签一份对赌协议，或者叫期货合同。你们不是要提高建材价格吗？可以，你们手里所有的木材、石料，我全部按市场价的1价2成收购。但我现在手头现银不够，这笔货款我们1个月后结算。作为抵押，我将这10箱极品琉璃和100车雪花岩先压在你们手里。1个月后，如果我拿不出1价2成的现银，这些价值连城的货物，连同苍岩城未来所有的贸易专营权，全部无偿归你们所有。如果违约，我们能白白吞下这些稀世珍宝和贸易权，就算林燕真的凑够了钱，也能净赚2成的暴利，横竖都是稳赚不赔。哈哈哈，林老板果然是女中豪杰，真是痛快。这合同我们签了。大当家，您糊涂啊！1价2成，那可是天大的一笔数目，咱们去哪儿弄那么多现银？而且把那么多极品货物押给他们，这等于是把肉送进狼嘴里呀！狼，他们顶多算是一群不知死活的蠢猪。立刻传信给大洲境内的苍星商会所有暗桩，启动最高级别商战指令，商品倾销。极品雪花岩，价格只有3大商会售价的1/1000。1月期限将至，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这抵押物和掌控权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疯了，全疯了！外面到底哪里来的那么多琉璃和雪花岩？为了拿下珍宝和贸易权，咱们可是搭上了所有的身家呀！现在这所谓的珍宝在西域，连个瓦罐的价钱都卖不上，我们被套死了，这下全完了。不管是白菜价的珍宝，还是1价2成的材料费，都无法还清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他们可都是在刀尖上舔血的魔鬼呀！林老板，时间到了，建材我都验过了，
质量不错。根据合同，这是我该付的现银。这些银子连地下钱庄的1半利息都不够。按照对赌协议，既然我付清了货款，那些抵押的琉璃和盐我就收回了。李祖宗，灵火菩萨，我们认栽了，我们认栽了，我们不该贪心，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吧。地下钱庄的人会扒了我们的皮的。放你们一条生路，可以。3大商会宣告破产，其名下所有的车马驼队、材料矿山及庞大劳工，全部无偿转让给苍岩城，并且你们3人贬为苍岩城的底层管事，终身在这片荒原上服役。签了它，我会替你们偿还西域地下钱庄的所有债务，这是你们唯一的活路。这便是降维打击的恐怖之处，不用动一兵一卒，更不用任何下作的羞辱手段。从那一天起，苍岩城的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入荒原。高耸的城墙没有用夯土，而是采用了我提供的现代水泥配方混合砂浆，浇筑成坚不可摧的冷堡形状。而在城墙内部，一座座高炉拔地而起，钢铁的轰鸣声在这片曾经死寂的荒原上回荡。孙太医的独立医署也建成了，我从空间里调拨了大量的消毒酒精、抗生素和外科手术器械，甚至连那些曾经麻木绝望的流放犯，也在我颁布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新律法下，爆发出了惊人的干劲。苍岩城就像一头正在疯狂汲取养分、迅速膨胀的远古巨兽。苍岩城。林燕，那些配方，削铁如泥的金刚，坚硬如石的神奇灰胶，凭什么？凭什么他的手里握着这些？那个谢京辰，手里5万边防军不是吃素的，不能明着动，那就玩阴的，派一支皇家旗号的劳军使团过去，魏公公带队。工部那几个搞冶铁的也带上，慰问边关，顺道把他们的秘方学回来。哎呦，这风沙大的，真是苦了我们谢将军了。太子殿下仁慈，特地命奴才带来了100升糙米、50匹粗布。来靠咱们边关的将士，这点东西，在苍岩城如今那堆积如山的粮仓面前，连9牛1毛都算不上。太子拿这点打发叫花子的东西，就想来探听苍岩城的虚实，简直可笑至极。魏公公一路辛苦，来人，带使团的各位大人去上房休息。苍岩城虽然偏僻，但绝不会亏待了远来的贵客。什么四海阁大当家，在这大周的地界上，还不是得乖乖听咱们太子爷的？大当家，那几个工部的老鼠，这几天一直在暗中收买我们外围的杂役，打听高炉温度和回浆的配比。要不要我让护卫把他们抓起来，以刺探军情的罪名，直接按军法处置？抓他们干什么？人家千里迢迢跑来学习技术，我们作为东道主，怎么能扫了太子的兴致？卢老，我记得工部的炼铁法，最高温度也只能达到炼出熟铁的程度，对吧？大周的炼铁法残缺不全，炉温不够，且不懂得退火与加碳的比例，炼出来的铁脆而不坚，根本无法与我们苍岩的金刚相提并论。那如果我们给他们一份极其逼真、详细，但却在最关键的炉内气压控制和冷却时间上动了手脚的图纸呢？大当家是想炸炉？不仅要炸，还要炸得轰轰烈烈，炸得太子倾家荡产。卢老，麻烦您把这份配方
用工部最习惯的暗语和字图方式重新誊抄一份，要做到天衣无缝，哪怕是工部尚书亲自看，也绝对挑不出毛病，只会觉得这是一份绝世秘籍。老朽明白，这份大礼，老朽一定做得漂漂亮亮。鱼儿咬钩了。备马，明天一早立刻启程回京。一路顺风啊，太子殿下，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催命符。好！有了这个配方，本宫就能练出全天下最好的金刚，造出坚固的城墙。什么林燕，什么谢京晨，统统都是本宫脚下的蝼蚁。殿下，殿下洪福齐天！这炼钢之法若是大范围推广，不仅能装备我大周10万禁军，更能垄断天下铁器买卖。那可是不可估量的金山银山呐！这件事不必禀报父皇。以本宫个人的名义传令下去，向京城所有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发放邀约，告诉他们，本宫要建大周有史以来最大的炼铁厂，谁投钱，谁就是本宫登基后的第一功臣。太子殿下驾到！点火！点火！殿下，这是真正的金刚啊！本宫说过，这天下迟早是我的。怎么回事？殿下，炉牙太高了，退火口打不开，温度降不下来。不，这不可能！我的厂，本宫耗尽了一切，怎么都没了？探子回报，京郊炼钢厂连环炸炉，太子重伤，工部尚书当场被砸死，京城的世家大族集体陈情，要求太子赔偿损失。老皇帝气得当头吐血，太子的储君之位已经摇摇欲坠了。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以为拿到了我的配方，
就能吃定我。他却不懂，有些东西没有与之匹配的工业基础和对科学的敬畏之心，强行吃下去只会撑破肚皮。如今他已身陷困局，背负了无法偿还的巨债，在人脉上他失去了所有世家大族的支持。如今他处处受制，早已进退两难，除了在宫里无能狂怒，什么也做不了。接下来大周的朝廷一定会因为争夺储君之位陷入更严重的内耗，他们已经无暇顾及这片荒原了。京晨，我们蛰伏蓄力的阶段到此结束，从明天起，苍岩城打开城门，放开域外商贸往来，我要将我们的贸易路线推向整个北方。大当家，将军，成了，成了！好，好，周大人，你立下了不世之功。开春之后，全城推广冬小麦。我要让苍岩的粮仓永远都是满的。随着这几株嫩绿麦苗的破土而出，苍岩城正式向那个腐朽的大周王朝吹响了经济反攻的号角。开春的第3个月，苍岩荒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壮阔的一场丰收。苍岩城的粮仓满得连门都快关不上了。与此同时，大周王朝正式进入了倒计时，老皇帝彻底瘫痪在床。太子虽然监国，却背负着天文数字的债务，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大周进入了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绞肉体时代。禀城主将军，平南侯赵括、镇东将军李虎、云州孙大帅3家结成讨逆同盟，拼凑10万大军，已向苍岩开进。10万人，看来苍岩城的名气还是太大了一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周的国库已经空了。他们知道苍岩城里有数不清的粮食、金刚和西域珍宝，这10万人就是冲着抢劫来的。要不要我带黑甲铁骑出去，在雁门关外把他们截杀？不。京晨，这10万人里有9万9千人，都是被军阀强行抓壮丁的普通农夫，他们连饭都吃不饱，手里拿的恐怕还是生锈的柴刀和削尖的竹竿，把他们全杀了，太可惜了。放他们过来，我要用这10万人给各方势力立一个规矩。我要所有人都明白，苍岩城是一座他们永远无法逾越的钢铁堡垒。林燕、谢京晨，你们擅自据守苍岩，是何用意？尔等若是识相，立刻开城投降，交出所有粮食和秘方，本侯还能留你们一条全尸；否则，10万大军踏平苍岩，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对付这种人，任何言语的争辩都是浪费时间。真理只在火力覆盖的范围之内。热气球行升空，火炮准备。妖术，他们会妖术啊！不许退！
谁敢后退，杀无赦！那不过是障眼法。开炮！这是警告，你们手里的破铜烂铁，连苍岩城的墙皮都蹭不破。我若想杀你们，不需要一兵一卒出城，半个时辰内，这片荒原就会变成你们的坟墓。我不杀穷苦人，我知道你们已经饿了很久了。你们的主帅穿着绫罗绸缎，却让你们喝树皮汤，而你们就算战死在这里，也分不到一粒抚恤的粮食。把锅架起来！现在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只要愿意加入苍岩，我林燕保证，每个人今天都能吃上1大碗白米饭，2大块红烧肉。不仅如此，苍岩城分给你们土地，发给你们新衣，让你们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把钱挣了。我们投降，我们要吃饭。城主大恩大德，我们不打。你们这些叛徒，给我站起来，不许投降！侯爷，对不住了，弟兄们想活命。无战而屈人之兵。林燕，这一仗打得漂亮。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开城门，接收劳动力。还是老规矩，甄别营筛选，剔除兵痞恶霸，按苍岩律法审判。普通的青壮年全部编入击剑大军和预备役。大周的军阀已经被我们打怕了，短期内绝对不敢再来犯。我们在武力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但这还不够。大周的朝廷虽然名存实亡，但只要他们一天还在发行那些毫无价值的纸币，还在搜刮民脂民膏，天下的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苍岩壁，这是我结合苍岩城如今庞大的黄金储备和粮食储备发行的一种真正的硬通货。每一张苍岩纸币的背后都有实打实的黄金和粮食作为本位担保。任何人拿着苍岩币，都可以随时在苍星商会的钱庄里兑换出等价的现银或粮食。这与大周朝廷那种为了填补亏痛疯狂滥发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废纸银票有着天壤之别。从明天起，苍星商会向整个大周境内全面推行苍岩币，在大周所有的地下黑市、粮铺、盐铺宣布只接受现银和苍岩币交易，拒绝收大周朝廷的银票。同时放出风去，只要手持苍岩币，就可以来苍岩城购买金刚农具、西域香料，以及最便宜的雪花盐。这是一场不见血的绞杀。当一种信用极高、能够兑换生存物资的货币出现时，大周百姓和商贾手里那些不断贬值的银票，
就会变成废纸。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但当强权崩塌，良币就会彻底摧毁劣币的市场。我要让大周的经济体系在3个月内彻底停摆。遵命。苍岩婚姻法第1条，夫妻双方地位平等，同担风雨，共享荣光，一生一世，不离不弃。林燕，我的剑，我的命，连同这座城，从今往后都只属于你。谢京晨，合作愉快。引狼入室，卖国求sống。大周的那个废物太子，在经济全面崩溃、各地军阀割据的绝境下，为了保住他那摇摇欲坠的皇位，做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突破了所有民族底线的决定。他派出秘密使节，携带重金和割地契约，越过长城，去和北方最凶残的游牧大部族天狼部签订了屈辱的密约。密约的内容令人发指，太子许诺将燕云16州这片作为中原屏障，世世代代由无数将士用鲜血守卫的战略要地，拱手割让给天狼部。不仅如此，他还承诺一旦事成，大周将年年向天狼部纳贡称臣。而他换取的条件，让天狼部出动20万精锐铁骑入关替他，镇压各地的起义军，并彻底踏平苍岩城。燕云16州一旦失守，中原腹地将无险可守。天狼部生性残暴，所过之处犹如蝗虫过境，不留活口。这太子是想拉着全天下的百姓给他陪葬。他已经疯了，太子在赌。他知道我们的苍岩壁已经彻底击垮了大周的经济，他知道各路军阀随时可能打进京城，他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所以他搬出了外族这把最锋利但也最不受控制的刀。但他算错了一件事，他以为苍岩城只是一座只会做生意只会防守的乌龟壳，他以为天狼部的20万铁骑就是这个时代不可战胜的无敌力量。京晨，传令全军取消一切休假，粮草满载，重器出库。既然大周的皇师连自己的国土都不要了，那这天下换我们苍岩来守。末相领命，誓死捍卫中原大地，将一族铁蹄埋葬于关外。这不是一场为了争权夺利的内战，而是一场保卫文明、抗击外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此战不为加官进爵，只为护我身后的黎民百姓不受异族屠戮。苍岩军出征！中原的皇帝真是个孬种，不用打，就乖乖把这花花世界送给老子了。勇士们，进去之后，金银财宝、女人粮食，抢他个3天3夜。炮营定距1500步，延伸射击。开火！不要乱，冲上去！他们只有那么点人，冲过去砍死他们！
全军出击！开门！快开门！迎接苍岩大军入关！大周的皇室已经烂到了根子里，这样的朝廷多存在一天，对天下的百姓都是一种折磨。京臣，在，传令下去，大军不做休整，直接挥师南下。我们要去把那个卖国求荣的太子从龙椅上拽下来。遵命。迎苍岩，成国贼！城主，火炮已经校准完毕，随时可以轰开城门。不需要动用火炮，这座城里有上百万的无辜百姓，我不想用炮火毁了他们的家园。卢老，让热气球升空吧，把准备好的传单撒满京城的每一个角落。是。大周太子麦国荣天理不容，苍岩军只诛首恶，绝不伤及无辜。放下武器，开门迎军者既往不咎，分发钱粮；顽抗到底者与国贼同罪。为一个出卖国家的废帝卖命，值得吗？林燕，你赢了，你要杀就杀，但我是大周的储君，是真龙天子，你不能用那些下贱的手段折辱我。真龙天子，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从来没有什么真龙天子。你不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被这江山抛弃是迟早的事。来人，将这个出卖国土、祸害百姓的国贼，以及所有涉案的贪官污吏移交苍岩最高法院，剥夺其所有特权，按苍岩律法公开审判，昭告天下。结束了。不，京臣，这只是一个开始。大当家，如今四海归心，大周已亡，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大当家顺应天意，登基称帝。请大当家登基。起来吧，都什么年代了，还玩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一套。皇权是一个被诅咒的制度，它把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之上。今天出了个明君，天下太平；明天出了个昏君，生灵涂炭。我们一路打过来，推翻了大周，不是为了换一个姓氏继续去压榨百姓。如果我今天坐上了这个位置，那我和那个废帝又有什么区别？把这把龙椅熔了，铸成钱币，冲入国库。大周已成历史。从今天起，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新政权，名为华夏联合城邦，废除帝制，不设皇帝。苍岩法典升格为国家最高宪法，国家最高权力皆为参议院，由各州府民选代表组成。参议院之下设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而我林燕将作为华夏联合城邦的第一任最高执政官，任期5年。谢京臣出任国防军总司令，将军队彻底国家化，只负责保卫国土，绝不干涉内政。执政官胸襟之广阔，目光之长远，犹如日月当空，老朽心服口服，愿为华夏城邦鞠躬尽瘁。新纪元就在这场没有流血的政体变革中正式开启。周和成为了第一任农业部部长，他走遍了大江南北，曾经因为战乱和剥削而荒芜的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孙思博作为卫生部部长，在各地建立了医署，他将我提供的那些基础医学理念与中医结合，大幅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和传染病的爆发率。而鲁明远则彻底释放了他的基建狂魔属性，水泥公路网如蜘蛛网般蔓延，连接了各大州府。
由批阅文件到现在，你这个执政官当得比以前的皇帝还要辛苦。辛苦是暂时的，等这套体制彻底成熟运作，我就不连任了，把权柄交给下一代选举出来的年轻人。到时候我带你去西域，去看看我们苍星商会最初起步的地方。好，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万里江山，我已经替你守得铁桶一般了。京晨，你看，没有皇帝，没有权贵，这天下依然可以运转得很好，甚至更好。因为有你。不，因为规则。我林燕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赚了多少钱，也不是掌握了多大的权力，而是我亲手砸碎了一个吃人的旧世界，并在废墟之上建立了一套名为平等与法治的新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的命运从签字画押的那一刻起，就只握在我自己手里。从此，我就是我自己的天意。